好，那么现在民进党立委了哦，或者是甚至行政院就喊话嘛，说解散啊，这个叫我辞职啊，我就解散国会啊，哦，你表决啊，让倒阁啊，就解散国会啊。蓝白千万不要上这个当。为什么我告诉你呢？本来解散国会它是一个双面刃，你倒我的阁，我就把你解散掉，所以你不要轻易倒我的阁。那问题现在行政长不需要立法院同意啦。对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举例啊，假定说现在你倒阁了，然后重新改选，假如蓝白还是多数，赖清德照样任命卓荣泰当行政院长，你一点辙都没有。你怎样？不需要你同意啊？那这叫什么？这不是双面刃啊，不是是单面啊！我把你们干掉，你们去重选。那民进党为什么现在叫国民党重选？我觉得民进党有一个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当时蓝军有一些是吊车尾上来的。对啊。哦，他认为这些人再选可能选不上。这些人这边我不好意思讲一句，很多是因为我的关系当选的，因为我选副总统以后，整个士气大振。哦，所以开始民调是低的，侯友宜民调也低的。我一上来以后，联合报民调我跟侯友宜几乎跟赖清德是差不多，好几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做也是一样的。但是老共发射卫星，民进党我在嘉义游街3次手机响，说老共发射飞弹，立刻做民调，掉6个百分点，根本就没有。尤其南部掉更多。然后马英九接受德国之音，其实你把马英九的话前后看也没错啊。你要跟大陆谈，要跟习近平谈，那你不相信他，跟他谈什么呢？但是标题做事说要相信习近平啊。再做民调，我又掉3个百分点，好吧，输了，就我们输了几个百分点了哈。那所以因为基层是拉起来的，因为基层是拉起来，说很多原来可能在边缘的立委当选，所以他们大罢免也是想把这些人干掉。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大家最喜欢讲的叶元之好了，板桥，不好记叫元之，叶元之原来是板桥的市议员选出来的啊。哦，我陪他游街啊，他要选立委，路上人好像不认识他，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不像什么林国春啊，说其他几个议员，哦，跟路人这熟悉哦，你姓燕啊，你安啊，这在宣传，燕在身上，我觉得打招呼还是跟我打，不是跟他打。结果罗致政发生绯闻，燕之就当选了。这选举的时候选运嘛，哦，罢免的时候我告诉你完全不同了。对。那时候民进党都以为他是最容易被罢免的，记得吗？在明天要罢免投票头一天晚上，我陪他游街，下大雨，然后我穿一件衣服，自己认为蛮帅的衣服，别人说这个挡雨，结果根本不挡雨，人家借我的，淋的跟在游泳池，我就把我自己想说我在游泳池游泳吧。路上的反应之热烈啊，每个人大罢免大失败，跟他选举完全不一样。我就知道叶元之不会被罢免了，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你现在不要以为说2020是吧？2024年底，2024年初，24的就去年初的1月13日的选举，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些人是吊车尾上的，你以为这次还会这样？不会啦，你没有道理嘛，等于是1年要选一次呢。等于2024年选一次立委，今年2025年罢掉再选一次立委。如果要重新改选，2026要再选一次，我们立委衰不衰啊？我也不相信民进党立委希望这样子啦，他只没办法1年选一次，有这样子搞法，你这样子劳民伤财，你认为选民真的会买单？民进党真的不要错估民意，我真的不相信了，好吧？卓荣泰骂韩国瑜无视宪法，他是谁无视宪法？他说因为呢，总统邀请你们来国政查叙，你都不来，哦，那今天呢，游锡堃新书发表。结果呢，曾经当过立法院长的都去了。韩国瑜说，总统查叙我没去，今天一定要来，因为他是前院长哦。那我一直不解哈，就民进党一直骂这个韩国瑜，就说你当立法院长，你也不能做这个，韩国瑜能做什么？韩国瑜能做什么？他真的不能做什么？他是要党团决议有案子，他才能。韩国瑜今天能说好，我同意了，被党团骂死了。你要知道，行政院长叫做威权领导。我做行政院长，副院长要听我的，部长要听我的，这是威权领导。立法院长那是一种声望领导，他不是靠他威权，谁听他的啊？他只有立法院那个秘书处、那立法院那些职员听的。谢宜芳会听他的吗？老沈以前会听立法院长的吗？我还常常骂立法院长呢。你是我选出来的，我为什么听你的啊？
所以不一样啊，不是韩国要做什么就是他不能做什么，他不能替立法院做什么决定啊，他最多像王金平是协商了，协商，或是我可以该表决我不表决，最多能做一点，但是我不能决定啊，所以你先去每天骂韩国瑜，所以王金平有讲嘛，宪政危机时刻不是韩国瑜一个人能够处理的嘛，他不是什么无视宪法，他具有怎样呢？你说查序可以啊，国政查序严重了，立法院我怎么跟你谈国政呢？所以呢。卓荣泰就说不满可以倒阁，所以我说蓝白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去倒阁，也千万不要重新改选蒋万安就说不应该你违宪在先，还威胁要可以倒阁然后呢这个白的说要上街头了所以呢那个绿的是上什么街头，倒阁比较直接，把我们倒掉就好了那说呢这个刺激再倒阁，说你们呢再重选啊。你们现在不到2/3，对不对？你可以到2/3就可以罢免总统了，因为我们宪法规定有2/3才能罢免总统。你不是罢免总统，来倒啊，我们重选了。看一下，就在跟韩院长谈好的后续工作，也没有一件可以如愿，甚至都让我们在谈好的时程之前，立法院突然爆出了一个令我们想象不到的突袭动作。卓荣泰也进一步指责韩国瑜不该缺席总统上午邀集的国政查序。韩国院长无视宪法，今天公然拒绝总统的邀请。看来卓院长是豁出去了听说今天有几位前任的院长全部都会到立法院，包括我们王金平院长、苏家全院长，我实在太开心。所以总统请我查序，我没有去，今天我一定要来。3位前立法院长回娘家都比不上总统查序重要。立法院长韩国瑜首度回击府院，似乎对赖卓体制创宪政首例不附属法案也有感而发。民主化一步一步的堆叠，一步一步的进步，一步一步的累积。台湾今天走到2025年民主化，真的是得来不易。多少前辈先人可以说是流血、流汗、流泪，把它堆积起来。这话是在说赖政府走向独裁专制吗？韩国瑜在游锡堃的新书发表会点到为止，而见到迟到的王金平，韩国瑜马上递出热情的握手，两人交情似乎不被总统一句怀念王金平很少尽付2读产生嫌隙。这个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嘛，这要看在整体该怎么来处理来化解这个僵局嘛，这叫整体的。不是韩院长一个人能够处理的事。朝野僵局对立值被拉满，能否化解？关键这颗球还在府院党手中。来，一凤。其实我认为韩院长其实在大罢免的时候，他已经去过一次这个院际协商，他去回来，他本来是希望说可以让大罢免不要进行下去，但是并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个他去的时候。在野的2党都骂他嘛，然后去了以后没有办法把就是说在总统谈话里面的时候的这些大家决议的事情，然后来跟立法院就是说压着他做，那又被那个总统府行政院也骂了，所以他这次就不能去嘛，因为根本在立法院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今天立法院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总预算可以进行了，或者是什么可以做了，那当然他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查序，这才有道理啊。那不然的话，现在院长在立法院当然是由党团来提出，就是说要解决的议案嘛，要审预算啊，要什么，要协商法案啊等等的，当然就是由党团来提出嘛。那我认为民众也不希望立法院的选举一选再选，今年的大罢免已经选了一次，那如果又要解散国会，又要倒阁，如果他们希望我们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团希望我们倒阁，然后大家再解散国会，那这样子不就是让民众一直选，人家会觉得说每年选一次了，对，而且人家会觉得2016选完，搞不好2017、2027、2026选2027再大罢免，这都有可能啊！是搞什么？对不对？你们想重选吗？我认为民众也不希望选，老百姓也劳民伤财。对，那也没有必要再就是倒阁，让总统再解散国会，然后再重选。我们的宪法的设计其实在全世界放诸四海都一样，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是要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并不是要做独裁的土霸主。第二，
行政院并没有不执行法律的权利，在宪法里头上下通篇你去找不到这样的权利。第三，行政院长根本没有任何民意基础，一点民意基础也没有。我们当年修宪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修宪的时候我已经在跑新闻了，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候国民党的党主席是李登辉，然后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许信良。那时候就为了因为我们原本希望走的是双首长制，法国的双首长制。如果国会的多数是在野党，那对不起，应该由在野党推行政院院长，阻隔，对，来阻隔。然后呢，总统呢，如果跟国会不同政党，多数是不同政党的时候，那么行政院长跟总统就是不同政党。放轨。但是如果说今天呢是同政党的时候，那行政院长就类似于总统的执行长一样。好，这是当年的设计。可是整个设计，反正到了后面各有各的政治私心，就扭曲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时候陈文茜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在修宪的期间，然后呢，徐信良背负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陈水扁要求说要相对多数总统，就是你不需要就是第二轮啊，因为法国他们的总统是有第二轮的。然后当时呢，就有人问说，那到时候有人如果不相信曹小野，大家给你乱搞怎么办？然后呢，他们讲说不会吧，都已经当上总统了，还要乱搞国家吗？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情况。乱搞国家。好，那我最后说一句，就是说，今天不是倒阁不倒阁的问题。我想倒阁了之后呢，民众也要问一句话说：那我问你哈，我选完了之后，你们的僵局能解吗？那你跟他讲说僵局没办法解，那你把我当笑了吗？要我再去投一次？大罢免已经是一次民意了。赖清德，你已经误判一次民意了，你现在还要再误判一次民意。隔壁的这些很多的台，当时已经误判了大罢免的民意了，现在还要再误判一次民意。我觉得今年的选出来的字叫做罢，我现在可以预见明年选出来的字叫做僵。我还要问一句，赖清德，你都选上总统了，你要把国家搞乱成这个样子吗？休息一下再回来。今天另外一个司法的特别的新闻，高虹安说他涉贪2审宣判，贪污无罪，没有贪污罪，但是呢改判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判刑6个月，6个月应该可以一颗罚金了啊，所以呢他可以恢复新竹市长的职务，因为他原来被停职嘛，因为1审贪污有罪停职了，1审判他7年多吧，然后他的几个主任都很少，什么3个月、4个月、2个月，甚至无罪的而且都缓刑所以呢，高虹安这个看起来是可以恢复新竹市长，不过也没多久了啦但是总是恢复嘛那内政部会不会找麻烦？不知道那因为内政部现在花样很多了检察官可以上诉因为只判6个月徒刑，那高虹安不能，但检察官可以上诉。我判断检察官也会上诉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他不算贪污那理由曝光，而且立法院的回文说这是立委的补助费实质补助可以弹性运用那以每一个立委统筹数额作为单位等等那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说明当时我曾经在节目就建议了，我说高虹安可以叫立法院秘书长出庭作证立法委员都是这样用的那为什么就只抓我呢？其他立法委员基本上也是这样子什么加班不加班都报加班费，哪个立委不报助理加班费的？你举一个立委给我听听看。我问过很多都有报别的立委报，我不报就助理加班费，我怎么活我怎么跟我助理交代我立委助理还给我当助理吗？那高虹安回应说他会希望要求警署复职，申请警署复职那另外呢，这个内政部说收到申请会依法办理希望他是依法办理，不要再拖了那另外呢，黄国昌就说，那你现在绿的媒体名嘴当事人把高虹安骂成那样子，要不要道歉呢？你把人家骂成那样那但是呢，高检署就严议上诉，说重返市场，上诉跟重返没有关了，上诉再判再说，不会影响他的这个重新复职民进党的地方说市长提名没有太大意外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蓝绿白现在新竹市长原来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那现在
需不需要再改变他们的策略？好，我们看一下。停职中的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指控在担任立委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加班费，一审被判7年4个月，褫夺公权4年。二审宣判，结局大逆转，贪污罪无罪，改依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轻判6个月，可一科罚金18万元。针对判决结果，高虹安回应高等法院合议庭已明确认定我在相关案件中并无贪污不法，将尽速完成复职程序，回到市长的工作岗位。另外，前公关主任王玉文处有期徒刑3月，前行政主任黄慧文绰号小兔有期徒刑4个月，前主任陈焕宇有期徒刑2个月，3人通通改轻判，甚至可以缓刑2年。而前法务主任陈玉凯则是无罪，就是伪造文书部分有罪的部分的理由。当初高虹安跟这几位助理已经说明说，薪水是8万块钱，但是其中1万块钱是要提拨作为公积金，是这样子的待遇，可以接受吗？那所以在这个薪水是讲7万块钱，但是向立法院申报是8万块钱，这就产生了登录的不符合的现象。依照地方制度法，县市首长若涉犯贪污，经判决有期徒刑以上将停职。因此，高虹安一审被判刑后就失去市长职务，由副市长邱成元代理。若仅涉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因不符合最轻本刑5年以上罪名，依法不得停职。如今涉及贪污罪2审成功翻盘，高虹安将夺回新竹市长宝座。来，我看。其实，在谈这个蓝白合的时候，被点到有4个地方：新北市、宜兰县、嘉义市跟新竹市。新竹市最可能，但是还没有确定。那以今天以后看，几乎是确定了高虹安在2022年的市长选票当时是撒卡都因为国民党是这个林根人，那民进党跟民众各有一个候选人，当时他拿是9万8千票。可是今年的大罢免的反对罢免高虹安的票呢是12万，所以等于是蓝白合起来的票数。好，这是第一。第二，其实这个判决先前有很多人在预测，就如果贪污完全无罪的话，但大家想说，好像这容易吗？因为以往这种有关于助理费案的这个案子很多，那很简单，2件事情一定可以让他这个全身而退，但就不能再碰政治，因为选罢法已经修过了，贪污要是有罪，你就不能再选举。可是你可以缓刑，就是缴回跟认罪。那高虹安采取的是无罪的这个抗辩的抗辩，结果现在目前2审他是在贪污的部分完全无罪，所以他很快的就可以恢复新竹市长的身份，然后呢，他几乎99%吧，就会成为民众党2026的新竹市长的这个候选人，因为他有一个副市长邱成元在那边等嘛，万一有状况他能选，但现在看起来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就确定了。看起来国民党也没有人现在目前的声势比他强，可是以这个模组来看的话，那嘉义市跟宜兰县还有新北市。那会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同样在立法院当中跟他有助理费案相关的，我就不特别点名了。他们看到的就是原来打这个无罪的这个抗辩是有机会的，那其他的这些人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如果你还要选的话，大家都不会去妥协，会一路打到底。那当然，我觉得啦，就刚刚主持人讲的，这检察官可能这2天如果动作，他或许还会再上诉，但是他不会影响他恢复他新竹市长，很快高虹安就会成为新竹市长。你晓得我早先有讲。我越来越看不起社会科学希望社会科学人很多，所以不要骂我。你会引众怒，我告诉你。不是，没关系。我是社会科学对，你现在就可以反脸了，就可以反脸跟我生气。社会科学他的意思说，社会科学没有不像数学1+1等于2这样子啦，有不同的。社会科学比较有人性啊。什么人性？鬼逼啊！不过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看法嘛。好，老师你说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司法或者法律就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嘛。这个还没有判决下来之前，最近这2-3个礼拜的言论就是分成2个，而且呢是先有政党属性，才有知识见解。你看绿台，每一个人都把高虹安骂死了，把他讲得多严重，但是说高虹安会无罪的，也所在多有所以是分成2个而且是跟他是哪一党的有关系那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是学问吗？这还能够称得上社会学吗？称得上法学吗？那太侮辱那个学字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可很重，也可以很重，也可以无罪。那我觉得今天我同意伟安的讲法了，今天这个发展就解决了新竹市县市长提名的蓝白合，对不对？这国民党就没有意见了
就高虹安选了就大家就没有悬念。就是你也不能说2026全国像伟安有讲5个县市怎么样这个起码也要有一个蓝白合的示范榜样嘛这个就是有了有了就可以交代。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新北红国昌已经挂起来，新北我来，do the best， 为你做到最好。红国昌看板挂起来了，竞选看板挂起来，国民党现在是到谁都还没决定那这是起手式啦，是不是？10月27号，他在新庄要办为新北应援活动所以有不少的支持者跟他议员等等为新北应援the best， do the best 要做最好。他挂保证，蓝白还是会合的绝对不会有改变，不会有任何改变。实际上不合也很难选了那苏巧慧现在是母鸡带小鸡去拜票苏巧慧是很强他爸爸还是苏贞昌然后苏巧慧的学经历也都不错那但蓝白还要整合。现在蓝白都还各跑各的嘛那国民党有市议员报说李四川定妆照已经拍好了，选举要个定妆照。李四川否认说拍什么定妆，要尊重党的机制要我承担，我就愿意参加初选，其他是尊重党的机制嘛，给党去协调嘛，他一定党先协调，如果能够协调成功，就不需要办初选了如果协调不成功，那就要办初选。初选出来以后，还要跟民众党还要再去协商嘛所以新北就比较复杂了那联合报是说，民进党苏巧慧已经带着小鸡了，蓝白还要各自努力那另外呢，台中也是说不初选为原则了如果能协调，所以协调就是说我私下做个民调，然后给你看看老沈你民调这样他民调是这样那输的要不要让？我差很多，如果差很近就很难协调。要是我，你连做都不用做。我说，我晓得我输了。好了，我是讲说他们的程序总要这样做，对那这个，所以呢，如果协调不成，那没办法，那就公开初选嘛，就这样子所以他以不初选为原则，但是呢，如果不行，协调不成，那就初选吧所以说现在呢两强，江启臣也很强，立法院副院长在那边呢，这个地方实力也很雄厚。那杨琼英呢，曾经做过卢秀燕的副市长，在地方也是很有声望所以呢，要等到一姐卢秀燕变成一姐了，来整合看看能不能整合一下彼此力量不要分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去游说陈佩琪医师？这个是本党最高的机密。民众党在台北市2026选战就缺一只母鸡，是不是要放大决征召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黄国昌卖关子，至于自己何时正式参选新北市长，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党主席自己征召自己，这很怪那怎么办？没有关系啦，我们制度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过他的竞选看板已经悄悄挂上，黄国昌的首面竞选看板在板桥的汉生东路还有中山路正式的上架，而他看向的就是民进党的对手苏巧慧以及议员的合体看板，而另外300公尺处就是他的目标新北市政府。除了板桥，新庄的中港路也挂上竞选看板，用民众党色作为底色，新北我来为你做到最好。底部的 Do the best 颇有致敬柯文哲挑战市长连任时期的口号 Do the right thing， 当作参选起手式。那至于说跟中国国民党彼此之间协调的部分，其实我之前也说过，我们保持最大的诚意跟善意，这个方向没有任何的改变。主席当然有很多建议啦，希望我能够多笑讲话不要那么严肃然后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凶巴巴的。黄国昌高挂参选看板，就像不断暗示蓝营赶快来合作，但国民党多次喊话要在新北市继续执政，似乎不认为最有机会的潜在人选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有输的可能。那个黄国昌在新北已经开始，谢谢，就让但蓝营要挑战新北市长大位的可不止李四川一人。
还得经过党内协调沟通，这反倒让黄国昌夺得先机。那玉祥，新北市议员怎么看？黄国昌他当然政治敏感度很高哈，他很常都会用一些这个像看板啊等等的来炒作声量。那我个人啊，我现在支持黄国昌选到底。黄国昌他一直在讲说要蓝白合，但是你现在看蓝白合哦，他有口号，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机制，也没有任何的时间表，所以蓝白合到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尤其国民党现在内部也吵得一团乱，到底李四川是要辞掉台北市长来选新北市，还是？副市长对，还是这个新北市的副市长刘荷兰，现在已经都在基层一直在跑了，跑很积极，跑得非常积极。但是你可以看到，到底是谁？甚至传说连洪孟凯都有意愿想要去争取这个新北市长的大位。所以你看哦，其实，在整个新北市啊，其实我们传统看起来，新北市是一个需要重视基层服务，你必须要基层的组织，你不是只靠声量就可以在这个新北市取得多数的民意。那以民进党来讲，苏小慧在很早这个民进党中央党部已经在上个月正式的提名以外，现在已经在陆战或者是相关的空战，甚至于地方的组织、百工百业等等，现在都持续的在布局。那当然，我们还是静待国民党后续怎么跟民众党来讲。但是我还是看到黄国昌现在所有的这个举动哦，不管是他的看板，或者他提出的议员人选等等，我看起来黄国昌不是选假，他可能是会选到底。苏巧慧也是很强的候选人，所以蓝白也要小心了，不要轻敌了哈，这不能大意了。老沈，你说，宇翔议员啊，年纪轻轻的，从政这条路是很辛苦的，很多东西是言不由衷的。你刚才说希望黄国昌选到底，真的是你希望他选到底？我希望他选到底啊！他们角度一定希望啊，他最好杀卡都啊，你真的啊，希望他选到底，言由衷啊，就是希望新北市上卡都嘛。对啊，当然。然后你下面又补上苏巧慧的厉害，你今天我如果当主席加分。OK， 他一定这样啊，他们当然希望你上卡都啊，一定是这样子啊。不是我，所以大家是来表演，所以我现在晚上看绿台，我受不了，也是应该谅解，因为他来这里也是党的立场，所以那些人去绿台也是讲绿党的立场，是这样嘛？晚上的节目都不要看了。不是，我呼吁大家都不要看了。从他的角度，温理性判断啊，对。他总不能说，希望蓝白合嘛，然后变成一股来打民进党，这不可能这样讲嘛。好，我跟你讲哈，合理嘛。我对黄国昌是由衷的尊重的，因为他这个人到目前为止，他说新北我来，他只能这样讲啊。他心里头也晓得这个牌子是白做的，这个钱是白花的。但是小弟心中苦啊，小弟不能讲，你知道吗？他能讲吗？那他作为代主席，还是他现在是主席啊？他要把这个民众党撑起来啊，要撑起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任务。说不定到了2028，连民众党连8席委员都没有，因为他的支持度如果没有柯 P 的时代的那么高，他哪有8席？他没有8席的话，如果国民党也下去了，那就没共啊，那就是民进党的天下。如果国民党上来，那他下去了，国民党根本就不会把他看在眼里啊。所以黄国昌的任务是非常艰巨、非常辛苦，起码他在新北市还要带小弟啊，这些我们都要谅解他。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他苦在哪里，我们不好意思戳破他。对了，这小党是很不容易，尤其在目前这个选制上，单一选区这选制下是很辛苦的。其实我觉得，黄国昌身为党主席，他又把所有重兵放在新北市，然后呢，你看他连这个之前的秘书长周台主都请去新北市当党部的主委，他志在新北，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他也讲得很清楚了，蓝白一定要团结合作，所以这一题可以直接跳到明年3月以后。那应该就是李四川哦。你说这谁在跑啊？怎么样？就是李四川。我觉得问题反而我是看到了，当李四川跟苏巧慧2个对决之后，他们的这个选举风格不一样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李四川没有真的选举过，他去辅选都没问题，他当这个直辖市的副市长、陆平都很棒。可是他，因为他上我节目跟我讲，坦白说，我做不爱按那插来插去，我做不爱按那当打个一拜票，他想要做他自己。那这种已经有地方的国民党议员会担心说，会不会叫佛系选举？但他很坚持。所以你知道拍宣传照，他根本就他连照相他都不想要。那这种时候到了明年，因为他现在是高的嘛，他现在比所有人都高，比黄国昌比所有人都高，会不会被拉比较近？我觉得这才是，所以不用去讨论说最后是谁啊，就是李四川。台中，刚刚我们在讲台中，因为可能观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台中人的话，你会对杨琼英委员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我跟大家讲台中现在唯一的母鸡卢秀燕是第10届的省议员。那杨琼英是第9届就当省议员了，他比卢秀燕还要更资深当省议员。好，那省议员2届。立法院以前在2008年之前是大选区，
所以为什么杨秋英跳出来？很多人都干嘛讲台中人来跨的不讲啊？可能江启臣我也确实就江启臣领先，但杨秋英在台中没有这么弱的原因很简单2点。第一个，他在2届的省议员跟3届的大区的立委，他选过台中县区5次。那这个部分江启臣没有这个经验。江启臣是2016年出来选立委。当时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丰原东市这个选区单区，那台中有8区，他就是那一区。可是杨秋英讲说山海屯我都算鬼啊，他觉得自己自信强。第二个就是他原本是在港区这边，也就是严清标跟现在严宽这一区，他在那边经营台中港，他很熟，所以蓝绿他都熟。那后来因为要分选区了以后，他跑去谭雅神，是相对台中像绿的地方，可谭雅神他也上来了，不过他输过洪慈庸1次了啊。所以很简单，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杨秋英一直在讲，他也没有说要用什么方式，就是你总要想个方法让我们做一个决定。那当然，台中现在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是何新纯要选。那不管江启臣或杨琼英，我觉得应该都会赢哦，还是江启臣的那个，但都会赢，出现赢比较多了，比较高了，对啦，对，应该是这样。主要因为江启臣原来上次8年前他就想选台中市长了，对啊，只是那时候卢秀燕提出来说要办个初选吧，那时候吴敦义当党主席也就办了初选。办了初选以后呢，江启臣就少2通电话，0.0几%。但江启臣可以说，不就差很少，我们再办一次没有，他就愿赌服输，就非常君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江启臣因为过去有这个经验嘛，所以卢秀燕从某个角度也等于是有一点欠他了。从那个时候，他如果硬要重新做民调，搞不好吴敦义也会同意啊。那杨群又做过卢秀燕的副市长，所以这也很为难啊，2个这个很为难哈。但是2个其实都不错的立法委员了哈。那李四川强在什么地方哦？大家可能没有了解李四川。李四川做过国民党的秘书长，对。李四川做过行政院的秘书长，对。李四川做过这个新北的副市长，做过高雄的副市长，做台北的副市长，所以李四川跟新北那些里长啊什么记者非常熟悉啊。非常熟悉，议员都很熟，对，议员熟，所以他非常清楚哦，就是说，因为他都搞公务嘛，公务都是建设嘛，所以他基层也实力非常强的，他不只是跟国民党，他跟民进党立委也都很熟啦，他无党籍很多，他也都非常熟哦，所以李四川基本上是一个行政经验非常丰富，不只有公务，到国民党秘书长啊，行政院秘书长，中理全国全党事情他都很熟了。我建议你后面补一句了，因为刚刚暐瀚有讲到说李四川没有选过，还有那个新北的有些议员啊，就有焦虑啊，小时候是怎么行呢？这没很那个，因为李四川这一套别人学不来，李四川这一套他不用学就自己来，所以他选举不是要喊赶扣，不是要给先，不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是真的啊！你不要笑，你苦笑，你知道吗？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啦。对，那李四川的特色就是这样，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再到高雄，你看高雄公务搞多好，地上的坑洞都没有了。他在新北，在台北，你看那个黄仁勋来，对不对？台北很多的建设，他就是很厉害，这点没有办法，他就有这样的经验，他又有行政经验，而且他又有魄力。我经历过好几次了，他比很多人都有魄力。休息下再回来。快到选举了哈 ，TBS 呢也在做民调 ，TBS 桃园张胜对王义川59-20。张善对何志伟56-20，张善对黄世炎61-19，所以民进党就差不多了，就20%左右了。张善大概就是60%左右了，管你谁来都是这样子所以非常强那而且满意度非常高，61%满意然后呢，这个不满意只有18%，不满意非常低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满意度已经超过国民党的支持者了，就大家觉得张善做得不错，工程师出身。这做事很扎实那张善政大幅超车王义川樊启明就说呢，因为年轻人没有支持王义川了再讲王义川应该吸收到很多年轻人的支持，没有那另外呢，张善政说，我不在乎民进党推谁，反正我就要连任了，你们推谁都赶快不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看你们谁出来那另外呢，民调被张善碾压，王义川说没有太意外啦，没有太意外。他的意思是什么？叫 TVBS 做的。那何志伟不回应，你有没有没听懂？何志伟不回应那另外呢，张善政说，城市进步不会因为选举来放慢所以呢，
桃园要继续进步，而且桃园市场人口啊什么都增加很多，尤其很多地方是越来越重要啊哈。那另外呢，联合报也说哈，要收拾烂摊，推善政，张善政拼连任不能松懈哦。一方面选举也不能松懈，第二个呢建设也不能松懈。我们看一下。一天多场市政行程，张善政备战2026。根据 TVBS 最新民调，桃园市长这一局，张善政 PK 3位绿营热门人选，对战王一川是59%比20%，对上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支持度59%对上20%。若是法务部次长黄世杰61%对上19%，张善政都大幅领先，约近40%的支持度。我没有在意民进党会推出什么样的候选人，只要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我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我们也还有很多要改进的空间，所以不会以这个民调自满，我们会继续努力。对此民调，民进党3人都没有回应，不过近期都在桃园积极耕耘。我妈说我超 Q。王一川桃园服务处开张，更是积极开箱南桃园美食吃播，一辈子大家好好的收藏好不好？何志伟周在桃园举办亲子派对，要打年轻亲民牌，跟其他人做出差异。而黄世杰公务行程的空余时间，也都会回到龙潭新屋跟乡亲拔干净。责任区在桃园的郭玉琴则对他们很有信心。民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哦。那尤其是这个地方上的一个经营哦，更不是因为民调或者是因为选举快要到了的这个短期的操作而已哦。面对绿营无敌手，恐怕也是因为张善政满意度冲上新高，来到61%满意，仅18%不满意，总共上升8%。那我想他也不是一个会骄矜自满的人。那我们6位立法委员也都会非常的团结，一致支持桃园市府的政策，相信在大团结的一个情况之下，稳扎稳打，他的连任不成问题。张善政要用施政成绩为拼连任做准备。好，那么桃园到底该怎样？来，地方怎么看？你们彰化张善政就是这就是他嘛，对不对？对啊，就是他啦。是民进党要想办法，不是国民党要想办法。好吧，民进党怎么办？没有，我觉得张善政现在当然有现任红利嘛。那而且现在张善政这个现任红利以外，民进党的人选还没推出来了，没有很明朗。那其实我们过去看郑文灿的时代哦，其实郑文灿当时他在选上的那一次，那个民调也都测不出来啊，几乎他的民调一路是输给他以为他会落选啦，对他连当选感言都没有准备啊，结果居然当选了，最后当选了嘛。所以我觉得桃园到底是怎样？那个选民是对桃园的重点是你要去那次是蓝营都不投票了。因为军公教那个什么什么，年终未用基金。我觉得桃园近几年来哦，包括航空城、包括青埔的这个重划等等，其实移入了非常多，不管是台北市或新北市，很多人新进对，包括新竹。所以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可能家里没有室内电话，所以现在民调不一定调得出来。不，民调他们会用，有的会加总手机，他会有手机了。那我觉得绿营现在应该要操作，就是说我们要去想办法去得到中间选民的认同，包括提出具体的这个市政的发展路线。那后续如果绿营的人选能够定于一尊的话，我觉我民调后来可以居上，有可能啦，有可能不，他提出人选以后，他会去拼嘛，稍微好一点啊，是不可为的。我是觉得哈，你们这个 TVS 的民调让民进党这些准候选人很挫折。为什么大家都是20呢？这铁板一块，而且是这个地板的，好像努力没有用。你看何志伟跟龚川啊，完全不同性格的候选人啊，怎么你也20，我也20，基本盘嘛，基本盘，这就已经压到基本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难振作的，在民进党这一方面。那我觉得张善政现象是一个奇迹，因为当初好不容易才征召他出来。他选的也辛苦，因为平常讲哦，桃园的人口结构跟花莲一样啊，外省人啊、客家人啊，什么人都有，特别平均。所以我上个礼拜我去桃园找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我坐台铁下去，区间车哦，你想我一路更认识我的，不管30岁、60岁、80岁。我名声真好呢，我哪来选糖哦，袂歹，票袂掉啦，但票袂歹看。叫民进党征召你去选我讲起码便宜能力较好哦。但是呢，我在这里提醒张善政，你是说你就是一个进去的时候就是当过行政院长哦，所以你高人一筹，但是你可以做得这么好，是出乎我的想象。因为桃园啊是各方人马哦的讲牛鬼蛇神是不好意思啊，但是哦就是。各路英雄好汉都是一方之雄他张善政不采用那个民粹主义，但是大家都不敢
欺负他，他好厉害哦。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任连任没有悬念，但是我觉得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提早培养你的接班人，后起之秀。不过他副市长苏俊斌不错，苏俊斌蛮好的。因为桃园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接班人你培养的不够好，那些对了，因为桃园很特别一个地方了，许信良也当选过桃园县长啊，对不对？郑文灿也当选过啊，那吴伯雄啊，吕秀莲当过，吴伯雄的吴志阳也当过啊，所以他都朱立伦也他都有了啊。来，凤琪。好，其实张善政他常被我评为就是当选不易，但是做事很容易的政治人物啊，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民众魅力啊，或者是什么讲话的号召力啊，他不是这一种。那他也不擅长地方政治，所以他也不太擅长去搞人际关系，所以他要当选是困难的。可是当选了之后，他做事从工程师的性格，然后有一是一，然后这里面去拆解这里面的原则，然后去做事，我觉得他做事是容易的，所以他刚好凸显出来就是那个在台湾政治文化当中要出现这样子会做事但是不太会宣传的人是困难的，可是做的事就是做得好的。当然我觉得他自己有一个个性啊，因为我听桃园的地方人士有时候会跟我回应，就是说哎呀，市长真的是对人非常的诚恳，所以你想对他发脾气都非常的困难。所以张善政也好，李四川也好，对我来说他都是专业性格高于政治性格。那跟我们这个社会里头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是政治性格高于专业性格，刚好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典型。其实桃园跟台北市，张善政跟蒋万安两个全球连任，我们的讨论应该不会越来越多，则越来越少，因为那个